近年来，好莱坞越来越倾向从 YouTube 平台发掘导演，从后世的凯恩·帕森斯，到鬼手请坏口的菲利普兄弟，再到铁肺的马克菲·施巴赫，不少网络创作者都不仅成功进入了电影行业，并且还交出了亮眼的成绩。这也意味着好莱坞正在改变培养导演的方式。相比传统的电影学院，他们越来越相信那些能够以低成本拍出高质量作品的网络创作者，因为这些导演更懂得如何利用有限的预算打造出好作品。与此同时，年轻观众的审美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电影追求高画质、高特效，但如今，越来越多 Z 时代的观众反而喜欢粗糙、真实的低成本影像风格。改编自热门网络系列短片的电影《后世》在上映首周就拿下了高达 1.18 亿美元的全球票房，而它的制作成本仅约1000万美元。如此惊人的投资回报率，要推出续作几乎已是板上钉钉。从后世短视频导演晋升为后世电影版导演的凯恩·帕森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续集不仅仅是一个选项，事实上，从2022年开始，他就已经在计划推出更多长篇的作品了。因为帕森斯已经把 YouTube 短片做到了极致，所以拍摄长片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下一个选择。电影《后世》虽然已经让他完成了这个设想的第一步，并且取得了票房与口碑的成功，但是仅靠一部电影的篇幅是无法把整个后世的世界观与核心构想完全讲清楚的。对此，帕森斯表示，他未来更想拍摄后世的剧集，而不是一部续集电影。在他看来，剧集才是更理想的叙事形式。不过，他也坦言，电视剧项目规模庞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此外，他设想中的后世剧集也不会被单一类型所束缚，而是会在超自然与科技惊悚元素的基础上，更加着重刻画人物之间的关系与故事，因为这才是自己最擅长的创作领域。在近日，根据好莱坞记者报的独家报道，华纳兄弟已经率先出手，准备打造另一部改编自知名都市传说的恐怖电影《井敌头》。该报道指出，华纳兄弟经过了一场竞争激烈的版权争夺战，才成功拿下了《井敌头》的电影改编权，并立即启动了正式的开发计划。在幕后方面，这部影片的导演将由曾执导过科幻惊悚片《暗夜一劫》的布莱恩·达菲尔德担任。而在2025年凭借热门恐怖片《凶器》大获成功的导演扎克·克雷格，则会与布莱恩共同撰写剧本，并会同时担任影片的监制。这两位知名恐怖电影创作者的联手，也让不少影迷对这部新片充满了期待。《井敌头》最早诞生于2018年，由加拿大恐怖艺术家崔佛·亨德森创作。最初，它只是一张发布在网络上的原创怪物插画，却因为独特又诡异的设计，迅速在全球爆红，并逐渐演变成了著名的网络都市传说。在传说的设定中，井敌头是一种身高约12米的瘦长怪物，全身像干枯树木一般扭曲细长，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就是它的头部，因为那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脑袋，而是2座巨大的警报器。井敌头通常都潜伏在人烟稀少的森林、废弃地区或者荒野之中，会利用警报器发出刺耳的噪音、广播声、紧急警报，甚至还能模仿人类的声音，包括受害者的求救声。它凭借声音引诱人类靠近，再展开袭击。也正是这种真假难辨的声音设定，才让井敌头成为了网络上最具代表性的现代都市传说之一。随着人气的不断攀升，井敌头近些年也衍生出了大量不同的世界观设定，还被改编成了多款独立的恐怖游戏，在全球累积了庞大的粉丝群。如今，井敌头这个经典网络怪物也终于正式迈向了大荧幕。Let me in, Mark. I have a gift for you. I have a present. 据报道，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创立的安培林娱乐将联合亚马逊旗下的米高梅影业以及联谊影业，共同开发另一部网络恐怖人气作品《曼德拉档案》的真人电影。相比后世和井敌头，《曼德拉档案》同样拥有庞大的网络粉丝基础。这部作品最早也是以 YouTube 恐怖系列短片的形式走红，同样凭借诡异的氛围、伪纪录片的表现手法以及极具压迫感的心理恐怖元素，成为了近年来最受欢迎的网络恐怖 IP 之一。此外，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次的电影版依然会尊重原作者的创作理念。曼德拉档案的创作者亚历克斯·基斯特不仅会亲自指导电影，同时还将担任联合编剧，直接参与整个项目的创作。What cannot be contained
3, 2, 1。如今，又有另一个拥有庞大粉丝基础的经典网络怪谈，也正式加入了这场改编风潮。它就是 SCP 基金会。根据权威娱乐媒体 Variety 的独家报道 ，SCP 已经确定将推出电影版。不过，这次并不会直接拍摄一部名为 SCP 基金会的独立电影，而是会与好莱坞知名恐怖系列电影《索命影带》展开联动，成为这一系列最新作品的核心主题。对于喜欢恐怖电影的观众来说，《索命影带》其实并不陌生。该系列一直采用实得录像，也就是伪纪录片的拍摄方式，由多个独立的短篇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围绕不同的超自然事件展开，以真实压抑的影像风格著称。索命影带也因此成为了近年来最成功的恐怖电影 IP 之一。截至目前，索命影带系列共推出过多部作品，包括5部正传、3部前传、2部外传以及1部迷你剧集。整个系列的世界观和粉丝群体都相当庞大。而这一次，官方决定把 SCP 基金会融入这一系列，无疑也是希望为整个 IP 注入全新的活力。据悉，新片将继续延续索命影带标志性的章节式叙事结构和实得录像风格，把 SCP 基金会中那些神秘、诡异、充满未知危险的异常收容物，以更加真实、更具沉浸感的方式呈现在大荧幕上。对于不了解 SCP 的观众来说，它最初诞生于互联网社区，是一个由全球网友共同创作，并在不断扩充世界观的开放式的虚构计划。故事围绕一个秘密组织 SCP 基金会展开。这个组织专门负责收容各种违反自然规律、无法用科学解释的异常生物、物品和现象。经过10多年的发展 ，SCP 已经积累了数千篇原创档案，在全球拥有极高的人气，也被誉为是网络时代最成功的原创恐怖宇宙之一。目前，这部新电影暂被定名为 VHS SCP， 影片预计将于2027年正式上映。曾经开创伪纪录恐怖片时代的电影《女巫布莱尔》，如今终于要回归大荧幕了。根据狮门影业官方公布的消息，全新的《女巫布莱尔》将于2027年9月24日上映。本片由狮门影业与美国制片公司布伦屋联合打造，这也是继《女巫布莱尔2》和2016年的新版之后，该系列第3次推出这个经典 IP。值得一提的是，初代电影的部分主演以及原版制作团队都将回归参与制作。而导演则交给了首次执导长片的年轻创作者迪伦·克拉克，他的代表作是2022年的 YouTube 恐怖短片《上帝的肖像》。虽然目前公开的信息不多，但狮门影业已经表示，这部作品将以全新的视角把女巫布莱尔重新介绍给新一代的观众。从后世、警笛头再到如今的曼德拉档案，可以看出，好莱坞已经正式把目光转向了网络原创的恐怖 IP。这些原本诞生于 YouTube 论坛以及网络都市传说的作品，如今都逐渐成为了电影公司争抢的新目标。如果这些项目能够延续后世的成功，那么未来几年，我们或许还会看到更多类似的作品将会被搬上大荧幕，一个属于网络都市恐怖传说的电影时代，或许真的已经开始了。这里是影视查克 Think Check， 每天与您分享最新的海外影视资讯。